蠢东西居然没死，可真是命大，得在他好转前送他归西，最好死在医院，一了百了。恶毒的诅咒声徘徊在我耳畔，是未婚妻蒋许许的声音。她还不知，因为这场车祸，我拥有了读心术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原来，车祸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看着蒋许许美丽精致的面庞，一股恶寒流窜在我周身上下。因为才刚苏醒，我一时说不出话，只能看着他表演。他含笑带泪，扑在病床边。你终于醒了，真是老天爷开眼。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。江恒，你要是没了，我就跟着你走。他捂着脸哭，眼泪从指缝里滴落。如果没有听到他的心声，我一定会被他精湛的演技骗过去。而此刻，我看着他仍戴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，心里只有讽刺。1周前，我在出差的路上遭遇车祸，同车的司机和助理全部当场死亡，只有我留着最后一口气等到了救护车。我挣扎在死亡线时，心里只有一句话：许许在等我。我要回去，我要活着回去娶许许，为她举行最盛大的婚礼，与她组成最幸福的家庭。好几次医院下达病危通知，我都是凭着这份念想挺了过来。只是没想到一睁眼，我听到的却是他恨不得我原地死亡的心声。我深感讽刺的同时，又无比疑惑。我们郎才女貌，人人称羡，他有什么理由要我的命？正当我疑惑时，江毅来到了病房。蒋许许同江毅投上目光时，我又听到他的心声：他没死，怎么办？他没死，怎么办？一次不行，那就2次喽。他们用眼神交流，可在我这里却是大声密谋。比起蒋许许的紧张，江毅的态度极为随意，仿佛处理我与扔掉流浪猫没什么区别。江毅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我妈去得早，老头子以照顾独生子为由娶了秘书进门，后来便有了江毅。江毅一出现在病房，我就彻底看清前因后果。同胞兄弟尚且能为家业磨牙吮血，更何况我们这样隔着一层肚皮的。只是他从前藏得太好，念书时期是哥哥的跟班乖弟弟，成年后又声称只想经营自己的独立品牌，对家里的产业毫无兴趣。我信了他的邪，直到死过一次才发觉，原来自己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死亡陷阱。哥，你得好起来呀！江毅送上一捧鲜花，笑容温存，一如从前。哥，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小苍兰，
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喜欢花，因我有严重的花粉过敏。几年前，我甚至差点死在过敏引起的废气中。那捧小苍兰人畜无害，却是我的催命符。我的喉头在水肿，呼吸越来越艰难，奈何浑身插满各种管子，无法自救，更无法呼救。死神锁住我的咽喉时，我听到江毅和蒋许许的心声：只要你死了，江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去死吧！死了我就能和孩子真正的爸爸结婚。他们越希望我死，我就越想活。我要活下来，同他们一一清算。仪器发出警报，但距离值班医生赶来还有一段时间。江毅已悄悄拿起枕头，如果我此刻昏死过去，他会捂死我，伪装成窒息而死。我几乎咬碎牙根，用意志力与身体机能做斗争，眼皮越来越沉重。就在最后时刻，我听到了惊呼：你们在干什么？他花粉过敏，你们是想要他的命吗？昏死之前，我眼里只有顾如生焦急的面庞。等到再转醒时，我听见的依旧是哭泣声。顾如生哭得惨兮兮，是我从未见过的可怜模样。尽管惨，他的心声依旧霸气。从前劝你别太相信江毅，你非说亲弟弟不会害你。还有那个白莲花，也就你眼瞎，非把他当宝贝。今天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你已经投胎去了。这些话成功地把我干沉默了。顾如生是我的发小，顾江两家也是世交。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打闹斗嘴，直到如今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曾几何时，两家长辈很看好我们，希望我们以青梅竹马的身份走进婚姻殿堂。谁都没想到，因为一场绑架案，蒋许许以救赎者的姿态闯入我的生活。从此以后，我的眼里再也没有其他女人。说起那场绑架案，如果蒋许许一直对我怀有恶意，那么他和当年的绑架案会不会有更深的关联呢？那场意外是我对蒋许许一往情深的开始。中学时期，我曾遭遇过一次绑架。绑匪向我爸索要800万，只有3天时间，否则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。800万对爸爸来说，就是洒水。我爸一口答应赎金，只要小恒安全。800万就800万。理论上，绑匪至少要保我性命3天，以免钱没到手，人质先死了。可事实上，我被虐打了整整3天，皮带如雨点般落在身上，抽得我浑身血痕，眼窝高肿。我像濒死的野狗一样，脖颈上带着铁箍和锁链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每一次呼吸都如灼热的刀子捅穿肺部。这3天里，
没有食物和水。我在昏死和痛醒之间徘徊，高烧不退，似乎绑匪没把我当成摇钱树，而是泄愤的对象。直到第4天太阳升起时，封闭的仓库大门轰然打开，有个小女孩指着仓库说：“就是这里。”紧接着，枪声响起，子弹穿过了持刀抵住我脖子的绑匪，我得救了。而小女孩正是蒋许许。蒋许许自称附近孤儿院的，从小无父无母。至于为什么她一个小女生能找到绑匪，那是因为她凌晨去废弃仓库附近捡废铁换钱，无意间发现了新闻上重金寻找的小少爷。为了感谢他提供线索救出我，爸爸将他带回家里，给他最好的学业教育和生活条件。我和蒋许许每天生活在一起，时间一长，便自然而然走到一起。年少时的出手相救，往这份感情添加了一份矢志不渝。这些年来，不是没有比她更漂亮、更优渥的女人出现在我身边，可只要一想到当年的施救，我的心里就只装得下蒋许许。我以为她也深爱着我，直到现在，我觉醒了读心技能。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我死？是怀上江毅的种，还是出国留学前？又或者，这是布局10年的阴谋？一个13岁的孤女，怎么会出现在废弃仓库？那次的搭救，究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，还是一场精心的布局？我想剖开她的心，找到真正的答案，我才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。脑仁针刺般的疼，暂时没法继续细想。我又看向还在扶床畔哭泣的顾如生，忍痛抬手轻触他的发梢，面前挤出几个字：“你还好吗？”顾如生倏然抬头，眼角恰巧有大颗泪珠滚落。这副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哪有从前女霸王的风采？或许是见不得女人哭。我心头莫名动了动。你什么你？顾如生竖起眉毛。我好得很。倒是你。昨晚心脏骤停，差点死在抢救台上。这凶巴巴的模样，终于对位了。我看着他，眼里含笑。顾如生怔了怔，反手擦去泪痕：“你别再吓我了。”我点头。他破涕为笑。蒋许许折返病房时，便撞见这番场面，他的脸色变了。却不是因为吃味，心里说着真是麻烦，得把这女人赶走才好下手。转院，快！我压低声音，用沙哑而含糊的嗓音向顾如生求救。顾如生笑容凝滞，读懂了我的眼神。这里的医资力量实在瞧不上眼。我已经帮江恒联系转院，蒋许许自然是反对的，强调着自己未婚妻的身份，顾小姐。
你怎么能擅作主张？江衡是我的家人，应该先和我商量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江衡，也知道你讨厌我。顾如生显然没兴趣听他的白莲发言，冲门外招了招手。顿时，2名保镖冲进来，保镖一左一右，把蒋许许请出病房。顾小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是江衡需要我，您不能趁人之危。蒋许许楚楚可怜的声音飘满走廊。顾如生反手关门，阻隔连言连语。我听到顾如生的心声，早就想像丢垃圾一样，把他丢出门了。哈哈，爽！我想笑，奈何才扯起嘴角，就牵到插在嘴里的胃管，疼得倒抽冷气。顾如生垂眼打量我，心声是：还得是我救你狗命。我竖起裹着纱布的大拇指，用眼神说：多谢女侠。顾如生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并非是蒋许许这样的菟丝花可比拟的。出院、转院、专家会诊，全套流程2小时解决。江毅得知消息赶来时，我已经躺在顾家的私立医院，做完一遍全身检查。经过一次车祸，我光是肋骨就断了3根，更严重的是右腿，做了3次手术，还打了钢钉。半年之后才开始好转。半年时光里，多亏了顾家的私立医院严防死守，挡住了江毅和蒋许许，我得以休养生息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今天天气晴好，顾如生推着轮椅，带我在草坪漫步。很久以前，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学校也有一片大草坪。这是顾如生的心声。巧合的是，也是我此刻心中所想。我不禁脱口而出，那时候，我们背靠背坐在草坪上写生。顾如生旋即惊住了，你不会是能听到我的心声了吧？我点头，很认真地告诉他，车祸之后，我拥有了读心的能力。顾如生仔细打量我，想从我的神情里看出破绽，奈何我满脸认真，他找不到破绽，却也不信这话，别吹牛。我信你个鬼！我无奈，也不多做解释。我们又走了一段，来到树荫下。顾如生忽然正色，之前你的身体不好，很多话我不能问。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那场车祸并不是意外，而是江毅和蒋许许联手害我。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本该死的人没死，而另外2个无辜的人失去了性命。我继续说，他们还想利用花粉过敏，让我死在医院。真相大白。顾如生咬牙切齿，这对狗男女，你怎么不报警？我反问，有证据吗？顾如生一时无言，气得不轻。作为当事人的我，倒是格外淡定，先从蒋许许的身世入手调查吧。我相信，
这里面一定有大料。车祸发生后，警方多次勘查现场，最终都以意外翻车盖棺定论。如今时隔半年，还想推翻结论，简直难如登天。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另辟蹊径。我对顾如生说：“我们去一趟青山孤儿院。”翌日，我们以资助孤儿为理由，来到青山孤儿院。我当场捐款20万，校长高兴坏了，亲自推着我的轮椅走进资料室。我有个走失多年的妹妹，叫蒋许许。最近我打听到，她在这里生活过几年。校长闻言，立刻表示：“我记得这个孩子，好像被我们当地的富商领养回去了。”说话间，校长也找到了资料，我才翻开第1页，就彻底愣住。顾如生凑过来一瞧，同样目瞪口呆，怎么会这样？附在资料上的照片并不是我们认识的蒋许许，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容。我反复确认，校长一口咬定我见过这孩子，绝对不可能认错。我探听校长的心声，得到的答案是他没有说谎。我看着陌生少女的照片，感到一阵后怕。如果领回家的蒋许许是假的，那照片里的女孩又去了哪里呢？电话铃声响起，打断我的沉思。是蒋许许拨来电话：“江恒，我们谈谈吧。你总不能让我在婚前就把孩子生出来。半年没见，他的肚子一定已经很大了。”我冷漠地说：“打掉吧。”电话那边沉默3秒，接着哽咽起来：“江恒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”隔着电话，我听不到他的心声，但我猜得到，他一定在咒骂我破坏计划，把江毅的孩子算我头上。他可真敢想。这半年来，我也算是想通了，我和顾如生才是天生一对。蒋许许，我们分手吧，记得摘下我们的订婚戒指。这话一说出口，同时惊呆了电话两边的女人们。我听到顾如生的心里在尖叫：疯了，疯了，这个世界疯了。江恒，你有病吧？比心声更高亢的是顾如生说出口的话：我把你当兄弟，你特么把我当对象。我被他吵得一阵耳鸣，坐在轮椅上又跑不掉，只能举手投降。我们定个协议，假订婚，刺激蒋许许露出狐狸尾巴。反正你也不想和指定人选相亲，两全其美，何乐不为？假的呀。顾如生脸上松一口气，心声却是：我凭什么牺牲这么大帮你？除非我抢答城东那块地，我放弃竞拍，给你了。顾如生咽了一口口水，很显然，诱惑太大，他动心了。顾如生嘀咕：我怎觉得你真读得懂我的心思呢？我神秘一笑：
都说了，我会读心术，我信你个鬼！顾如生推起轮椅，回去记得把竞标方案发给我。很快，我和顾如生订婚的消息就传遍江曲市。半年不露面的我，现身记者会。我还在复健，腿伤没有痊愈。有准未婚妻顾如生推着轮椅来到镜头前。是的，我们订婚了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在我生病期间，是如生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我。我发现，他才是我的真爱。我面对记者撒谎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反倒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顾如生颇有做贼心虚的意味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听到他的内心在扭曲尖叫，啊呀，好肉麻！啊，好想揍他。为了那块地，我忍。不愧是最佳损友。我起了逗他的心思，牵起他的手，展示我们的订婚戒指。粉钻鸽子蛋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全场都倒抽一口冷气，而后场面陷入沸腾。在场的男士感慨于我们的财力，女士则艳羡这枚稀有珠宝。顾如生与我十指交扣，掌心渗出薄汗，微微湿滑。我心头莫名泛起异样的感受。我偷偷看向他，惊觉此刻的他红唇黑发，极美。从前怎么没发现？顾如生是艳丽系大美女。忽有记者提问打断我的思绪，小江总，我记得就在半年之前，您的未婚妻还是另一位女士。很好，就等着这一问呢。我收起笑容，故作迟疑，感情上的事情很复杂，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。我们是和平分手，希望诸位不要打扰蒋许许女士。话才说完，蒋许许立刻在人群中现身。她身怀六甲，挺着大肚子挤出来，江恒，就算你想抛弃我，也不能不认我们的孩子啊！伴随着她的声泪俱下，人群立刻炸开了锅。无数记者对着我们按下快门，闪光灯如雨点般密集。记者会是现场直播，我相信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的热闹。江恒，你真的不要我们的孩子了吗？如生姐姐，你就把江恒还给我吧。就算我不需要丈夫，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。蒋许许生得清丽婉转，哭起来梨花带雨，令人心生不忍。再加上她此刻身怀六甲，只哭不闹，愈发显得我薄情寡义，不是个东西。一时之间，记者们纷纷变了脸色，瞅我的眼神里都多出几分不屑。而我只是淡漠地看着蒋许许表演，惊叹于她的演技。她分明在哭，可心里想的却是，都怪江毅的烂主意，害我丢死人了。今天回去，非得让江毅给我足底按摩。还真是一对蛇蝎夫妇。
我讽刺，早知道你演技这么好，我就该让爸爸资助你念表演学校。蒋许许愣住，满脸不敢置信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我只是被顾如生迷住心窍，只要他学着从前那样稍稍一哭，就能把我的心哭回来。可我听得到他的心声，已经知道这清纯可人的外表下，藏着毒蛇般的心思。我曾把心掏出来给他，从未辜负过他。可这份真心不光被他践踏，还化作利刃刺向自己。现如今，我不会手软了。我本想为彼此留几分颜面的。我冷眼看着蒋许许，你非要闹，就说说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吧。蒋许许愕然瞪眼，俨然没想到我已经知道真相。记者们纷纷朝他递话筒。请问小江总说的是真的吗？请问您有话要说吗？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尖刻的问题如刀子般飞向他。不等他开口咬死我，我先一步问道：蒋许许，你敢现在就和我去医院吗？当代医学很发达，哪怕孩子没有落地，也可以通过羊水和脐带血进行亲子鉴定。只要蒋许许敢咬死我，我将立刻带上记者一起去医院。当然，蒋许许不敢。我偷听着他的心声，先是一阵慌乱，接着高喊出一句话，这是抓住江毅好机会。由始至终，他抓住的人都是江毅，哪怕他知道江毅接近他并非出于爱意，只是因为想和我争，想让我戴绿帽子抬不起头。我愿称这种感情为犯贱。蒋许许下定了决心，面向记者道：我只能说，孩子的父亲一定姓江。丢下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，他扭头就走。记者都是人精，立刻就有人悟到其中深意。他没说一定是江恒的，一定姓江，却不一定是江恒的。听说小江总还有个弟弟，他不答应亲子鉴定，只敢说模棱两可的话，是心虚了吗？众人议论纷纷，而我让秘书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记者会现场。毕竟，现在的我还坐在轮椅上呢。面对疑似兄弟争妻的好戏，记者们自然不肯放过我，追着我的车跑了一路。我和顾如生在车里碰杯，庆祝旗开得胜。召开记者会之前，我就料定蒋许许会来，并且会以肚子为理由控诉我抛妻弃子，败坏的我声誉，也是谋夺财产的一步棋。顾如生颇为遗憾，可惜今天没逼得他亲口说出孩子是江毅的。我说，他就算笨成猪，也不可能现在就暴露江毅。不过，他今天没能把绿毛给我戴结实，又明里暗里暴露江毅，以后的日子怕是要不好过了。我正想着，鸽子蛋钻戒忽然出现在眼皮底下。顾如生说：戏演完了。
物归原主。我没有接，你戴着挺好看的。顾如生笑了，那是。之前还有朋友找我做手模呢。我也笑了，那就继续戴着吧。顾如生一怔，下一秒冲我吐槽：“你疯了？我把你当兄弟，你送我钻戒几个意思？”我淡定回答：“我是说，你继续戴着它，给我的珠宝品牌做宣传。”顾如生明显松一口气，面色讪讪，心生是早点说嘛，吓我一跳。我听到这话，不禁苦笑：你长得漂亮，手也白净细长，很有宣传效应。顾如生用手背抵在我额头，没发烧啊？你没发烧的话，怎么会说我漂亮呢？他自言自语。坏了，怕不是见了蒋许许一面，看谁都美若天仙。我不禁扶额，看起来，顾如生是真把我当异性兄弟了。该怎么让他知道我已悄然心动呢？如果他也有读心术就好了。我正感慨着，助理拨来电话，私家侦探在蒋许许那边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有趣的东西，我来了兴趣。这是一张照片，不，确切来说，是半张。照片本是合影，却被人为撕去一半，只剩下幼时的蒋许许独自微笑。照片所说有些年头了，但保存得很好，看得出来主人极其爱护。私家侦探告诉我们，照片是在蒋许许的保险柜里找到的。顾如生凑过来看，谁会把照片放进保险柜？真是奇怪。而我在仔细看过照片后，身体开始忍不住的颤抖。那撕去的人只剩下一只手，亲昵地揽着小女孩的肩头。那只手上有一枚金戒指，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在废弃仓库里的3天3夜，噩梦般的日子里，那个男人无数次扬起皮带抽打在我身上，我皮开肉绽，鲜血飞溅，鲜血染上那枚金戒指，又顺着男人指尖滴落。漫长的时间里，我几乎忘记绑匪的脸，可那枚金戒指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江恒，你不舒服吗？顾如生最先发现我的异常，送来毛毯和温水，极力安抚我的情绪。是绑匪。我指着照片，他认识绑匪。蒋许许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勉强维持理智，请私家侦探继续调查，一定查清楚绑匪的家庭关系，尤其是有没有一个女儿。助理说，这不难。早在10年前，绑匪被击毙之后，警方就将他的祖宗8代挖了个遍。私家侦探动用私人关系调取档案，一夜过后便传来资料。但令我们意外的是，绑匪未婚，没有妻子，更别提女儿。线索断了。绑匪名叫卢田，是外来务工人员，
曾是爸爸名下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。他自幼父母双亡，日子过得很拮据。大约是某天瞧见爸爸去工地视察的大阵仗，起了极恨的心思，才绑架我勒索钱财并泄愤。当然，以上都是我的猜测。芦田早就死了，没留下一句话。为了深入调查，私家侦探去了芦田老家走访。至于我，复健得很顺利，已经能站起来，拄着拐杖走路。复健的日子里，我仍住在顾如生名下的医院里，不和江毅、蒋许许见面，就是规避危险的最好的办法。这天，顾如生正扶着我一瘸一拐，蒋许许来了。他挺着大肚子，嘴角带着青紫，俨然遭受过暴力。不必多说，自然是江毅干的好事。正如我所料，记者会上模棱两可的话成功激怒江毅，并且报应在蒋许许身上。如果是在从前，我一定万分怜惜。而现在，我只会冷笑着奉上一句活该。蒋许许眼眶涌出泪水，江恒，帮帮我！我拦住想要赶人的顾如生，坐在草坪前的休息椅上，倒要看看他又想耍什么花招。蒋许许居然伏在我膝头，犹如瑟瑟发抖的小鹿寻求庇护。江毅他不是个东西，我是被江毅那个禽兽强暴，才怀上孩子的。记者会上人多，我不能承认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今天就去引产。呵呵，你的心声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分明是和江毅勾搭成奸，还想继续联手害我。捏住他的下巴，拇指摩挲嘴角的青紫，柔声问：江毅打你了？他以为有戏，立刻抬起脸来，可怜兮兮的点头。我唇角扬起一抹讽刺：这是你应得的。我推开他，就像推开脏东西，甚至掸了掸他拂过的膝头。你接近我，是为了帮江毅害死我。只要我相信你，回到你身边，你就有机会再制造一次意外，让我死得不明不白。蒋许许惊得跌坐在地上，脸色煞白。他嘴上说着：你在胡说什么？他心里想的却是：他怎么会知道？我看着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双眼好比利刃，将其洞穿。蒋许许，你究竟是谁？此话一出，他比上次更惊愕，甚至可以说是惊惧。我本想从他的心声里听到有关绑架案的细节，但他实在太害怕，太慌乱，满心只喊着一句话：当年的事情不能被挖出来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更令我措手不及的是，蒋许许见红了。顾如生说：不愧是你。一句话就把孕妇吓得见红。我嗤笑：你别打趣我。明明是蒋许许做贼心虚，自己吓坏了自己。
幸好这里就是顾家的医院，直接送进产房。5分钟内召集医生护士，我们守在病房外，并通知江毅来接人。然而，江毅冷漠地问：“她生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她怀的是大哥你的种。”我打断他：“你只会躲在孕妇和孩子后面吗？想要家产，就该像男人一样竞争。”我骂他不是男人，除了泄愤，还意在刺激他露出破绽，让我录音。可江毅不是傻子，大哥，你是受了蒋许许的挑唆吗？大哥，你千万别相信这个疯女人。自从你和顾小姐订婚，她就盘算着挑唆我们兄弟反目成仇，报复江家。该让蒋许许听到这些话。我掐断电话，对顾如生说：“拷贝一份录音，等蒋许许生完，当礼物送给她。”顾如生吐槽：“如果换做我现在就冲进去，让她一边生一边听。”我竖起大拇指，不愧是女侠。我们正玩笑时，青山孤儿院那边的调查有了重大进展。真正的蒋许许找到了，不过是埋在地下，已经是一堆白骨。白骨就埋在一处废弃仓库附近，没错，正巧是我当年被绑架的地点。世界上真有这么多巧合吗？看来我的猜测应验了。绑架案和假的蒋许许脱不了干系。根据地区规定，所有进入的孤儿院孩子都要采集指纹和血液样本，以便将来寻找亲生父母。这是蒋许许的样本和白骨的比对结果，全都对上了，不会有错。我看着传来的资料，眉头越皱越紧，心里也是越来越害怕。蒋许许顶着那么清纯婉转的面容，双手却沾满鲜血。10年来，陪伴在我身边的竟不是人，而是恶鬼。报警！立刻报警！等到产房里的女人生完孩子，等待她的是冰冷的银手铐。刚生产完本就虚弱，再加上忧惧交加，她在看见警察的那一刻，彻底昏死过去。病房里只有婴儿堪称凄厉的哭声。顾如生问我：“你同情他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不，我只恨报应还不够。我要求立刻进行亲子鉴定，证明孩子并不是我的。我又拿出早前侦探帮忙收集的江毅的头发，证明孩子是他的。这是蒋许许和江毅身败名裂的第一步。翌日，鉴定报告一经公布，江毅和蒋许许的照片就占满头版头条。江毅被记者追得如同过街老鼠，自主经营的独立品牌的生意一落千丈。与此同时，蒋许许正在病房里接受审讯。10年前的绑架案重新翻了出来。我听到他心里惊恐地说着：“现在我是蒋许许，绑架案、杀人案都与我无关。”他不松口。
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。就在此时，去往芦田家乡调查的私家侦探传来消息，芦田没有妻子和女儿，却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妹妹。妹妹比他小整整10岁。村里老人都说，芦田把芦娇娇当女儿宠。芦家父母亡故之后，芦田就把妹妹接到身边去了。这一走就是10几年，再也没回过村里。原来，她的真名叫芦娇娇。让我来还原整件事吧。你叫芦娇娇，原本是芦家村留守儿童。11岁那年，父母双亡，被进城务工的哥哥接到江曲市。后来，你哥哥牵扯进绑架案，发觉无法全身而退，便想和你划清关系。于是，你们谋划出一个恶毒的计划，杀死一名孤女，取而代之。你以蒋许许的身份指认了自己的亲哥哥，走入江家，谋夺财产。我坐在芦娇娇跟前，平静地叙述着她的往事。自从警察找上门，芦娇娇就已心如死灰。她没有否认，只是平静地望着天花板，仿佛一具会呼吸的尸体。我知道她在听。继续说，绑架案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10年了，我每一次从噩梦中惊醒，都在思索蹊跷之处。为什么江家办理领养手续时，没有发现你和蒋许许的档案照对不上？为什么芦田绑架我的态度不像要钱，更像泄愤和要命？还有最重要的，我拿出芦娇娇一直藏在保险箱里的半张照片。芦田在建筑工地工作，又要供你在大城市念书，为什么会有当年最新款的奢侈品珠宝？芦娇娇呵呵冷笑，讽刺地看向我。你问我哥哥去吧，他在地下等着你呢。顾如生暴脾气顿时上来了，心声里问候了芦娇娇的祖宗18代。我好说歹说拦住了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些事情都与江毅有关。更具体一些，应该是和江毅的亲妈，我的后妈有关。自打秘书进门，我过敏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好几次送进医院吸氧才熬过来。我怀疑过他，但没有证据，只能出国留学远离他。至于江毅，每次我病倒，都是他抢着拨打120。觉醒读心术之前，我从没有怀疑过他。江毅藏得深，像蛰伏在水草里的毒蛇，只等猎物不设防，一击毙命。而芦娇娇和我一样，都是被他欺骗的人。可我一点儿都不同情他。在病床边播放起电话录音。大哥，你千万别相信这个疯女人。自从你和顾小姐订婚，她就盘算着挑唆我们兄弟反目成仇，报复江家。听到了吗？她叫你疯女人。我讽刺道。她躲在幕后，把你推到风口浪尖承受磨难。
卢娇娇啊，你在受苦。而他依旧逍遥快活。我不断刺激他，他终是破防。他崩溃了，哭声充斥在病房。当年是你的继母策划了绑架。我的继母原本是不想让我活着的。当年他们策划的买凶杀人，伪造成绑架。继母用金戒指当定金，以收养卢娇娇为交换，让卢田绑架杀人，却不想最后一刻，卢田未及下手，子弹就先一步穿透他的脑袋。原来这么多年来，卢娇娇恨我，在他看来，是我害死了他的哥哥。剩下的一切就交给警方了。继母和弟弟双双遭到警方传唤。我回家了一趟，探望愁眉不展的老头子，摸着良心说，老头子对我不错，即使继母进门，也没有亏待过我。可我走进家门那一刻，看见的是绑在沙发上的爸爸，以及持刀的江毅。他半路跳下警车，像瘸腿的猎狗一样逃回来，是为和我同归于尽。凭什么江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？我也是爸的亲儿子，为什么家业就不能由我来继承？他用刀抵住我的脖子，神情近乎扭曲。爸爸在此时开口：“3岁看老，你从小读书，胸襟都不如江衡，有小才却不堪大用。家业不是儿戏，我不能交给你。如果你恨，也该恨我偏心。有什么事情，都冲我来吧。”江毅咯咯发笑，对爸爸说：“我要当着你的面，杀了你最偏爱的儿子。你的命为什么这么硬？”他又看向我：“我要割开你的喉咙，看你还能不能自己缝起来。”刀刃割破皮肤，一阵冰凉过后，我感受到灼热的刺痛感。我闭上双眼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鲜血涌了出来，飞溅在我侧脸。只是鲜血不是我的，是江毅的。伴随着砰的一声，一击毙命，一如当年的卢田。警察涌了进来，将我送上救护车。顾如生跌跌撞撞挤上车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吓死我了。你没事，真是万幸。我提起笑脸，揉了揉他的头发，很少见你哭，还挺漂亮的。他抬手给我一拳，破涕为笑。此刻我听到他的心声是：我要守着他，再也不分开。1年后，我复健成功，行走无碍。我和顾如生正式结婚，婚礼极为盛大，新闻在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飘了1礼拜，热度才渐渐散去。替代我们婚礼热度的大事件，是继母和卢娇娇双双死刑的消息。死在13岁的蒋许许，死于车祸的助理和司机，终于可以在天上瞑目。我和顾如生带着鲜花来到墓园，探望这些无辜之人。
晨风微凉，带着早春的潮气，打湿我们的睫毛。顾如生说：“安息吧，他们都得到了惩罚。”我闭上双眼，久久默哀。回去的路上，太阳穿过云层，彩虹挂在天际尽头。顾如生牵住我的手，十指交扣。我安慰他：“放心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会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”顾如生再次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心声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成精了吧？”我满脸认真：“我会读心术。”然后是熟悉的一拳捶在肩头：“我信你个鬼咧！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